在我们每天吃的鸡肉里，竟然藏着7个部位，被医生警告，打死也别吃。这些部位被称作毒素仓库，里头堆满了重金属和荷尔蒙等有害物质，随便吃上一口都可能把危险吞进肚里。听起来是不是很惊人？到底是哪7个部位这么可怕？为什么吃了会对身体有害？今天这部影片，我们就要带您彻底解剖这只鸡，找出那7大高危险部位，让您吃鸡肉也能吃得安心，不踩地雷。先等一下，在进入主题之前，如果您关心自己的健康，请先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通知，因为在这里我们揭露许多没人愿意谈的健康真相。我也想知道您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守护健康。如果您正在观看这段影片并认同我们的观点，请在留言区打个1让我知道。如果您有不同看法，也欢迎打0。另外，您或您的家人有没有特别爱吃哪些鸡的部位呢？或者曾经因为吃了哪个部位出了问题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，我会尽力回复您的问题。我们一起交流，让更多人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。好了，现在回到正题。我想很多朋友都喜欢吃鸡肉，各种煎炒炖煮的美味鸡料理少不了它。但您是否和多数人一样，几乎从不挑鸡的部位，觉得整只鸡全身都是宝，不该浪费？还是有些人特别偏爱一些特殊部位呢？比如有的人爱啃鸡脖子、缩鸡脚，有的人喜欢吃烤鸡皮的酥香，甚至夜市里那串取名雅致的七里香，其实就是烤鸡屁股。也有不少人是忠实粉丝。我们中国人一向讲究不浪费，从鸡冠到鸡脚几乎都有人吃。但是您知道吗？正是这种来者不拒的吃法，可能让我们把鸡身上最肮脏、最危险的东西也一起吃进去了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奶奶杀鸡时总要仔细把鸡屁股那一块整块切掉丢掉，她还念叨着说鸡屁股脏，不能吃。我那时不以为意，心想真的有那么严重吗？长大后看到医生的警告，才发现老人家的经验是对的。不只是鸡屁股，鸡身上还有好几个部位都潜伏着大量毒素。更劲爆的是，养鸡的内行人透露，他们自己绝对不吃这几个部位。想想看，连养鸡户、老屠夫都坚决不碰的东西，我们普通人却还傻傻的当美味吃下肚，这不是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吗？那么这7个毒素地雷到底是哪几个呢？接下来我就一一揭开他们的真面目，请您一定耐心看完，每一项都关系重大，少看一个，说不定您今晚餐桌上就踩到地雷都不知道。首先要登场的是鸡头。俗话说得好，10年鸡头胜砒霜。这句民间俗语听起来很吓人，意思是养了10年的老母鸡，它的鸡头毒性竟然胜过剧毒的砒霜。夸张吗？其实一点都不夸张。随着鸡的年龄增长，日积月累吃进去的各种杂质、重金属往往就沉积在鸡的头部。鸡平时东啄啄西，吃饲料、土壤，水里如果有什么铅、汞、砷之类的重金属，都有可能富集在它的大脑和头骨中。重金属可是会慢慢损害神经和脏器的。当我们把这颗鸡头吃下肚，相当于把鸡一生累积的毒都吃进自己的身体。很多人喜欢煲老母鸡汤补身体，整只鸡丢进锅里，连头带脚全煮。但是汤鲜美的同时，别忘了那颗鸡头里的铅、砷等有害物质也被煮出来了。再来说鸡脖子，台湾夜市小吃常见卤鸡脖子，一根根啃起来又香又带劲，很多人爱这一口。但是您仔细观察过没？鸡脖子的构造很特别，除了骨头细肉少，在靠近皮下的地方布满了一粒粒的小结节，那些其实是淋巴腺体。淋巴是动物体内的免疫系统器官，好比身体的滤网，专门过滤并歼灭细菌、病毒等病原体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淋巴结会携带残留大量被捕获的细菌、病毒和毒素。换句话说，鸡脖子就是个藏污纳垢的集中营。如果我们在烹调前没有把鸡脖子里那些淋巴组织彻底去除干净，您再怎么把鸡脖卤得香辣可口，其实等于把细菌病毒的大本营一口口吃进肚子。有人听过网络谣言说吃鸡脖子会得淋巴癌，这说法有点夸大，但也不是空穴来风。
因为鸡脖子附近的确有重要的免疫腺体，像胸腺、甲状腺都在这一带。这些腺体本身含有动物体内的激素，如果连皮带腺体一起吃下肚，等于把鸡体内的激素也吃下来了。长期下来，可能干扰我们自己的内分泌，尤其是正在发育的小孩，哪怕只是额外摄入一点点动物荷尔蒙，都可能对生长造成不良影响。听到这里，是不是觉得那根好吃的鸡脖子变得有点可怕了？其实只要处理得当，把表面的皮和腺体去干净，偶尔吃1、2条解馋，问题不大。但怕就怕市面上一些小吃店没有耐心帮你处理得那么干净，所以保险起见，鸡脖能不吃就不吃，要吃也请自己在家先清理干净再烹调。接下来这一位更是臭名昭著，排名第3的就是鸡屁股。很多人小时候都听过长辈叮咛，鸡屁屁不能吃，吃了会致癌。刚刚提到的夜市名菜七里香，其实就是烤鸡屁股。光听名字您就知道它有多香多诱人，但再香也不要碰。为什么大家对鸡屁股如此忌惮？因为鸡屁股上藏着2大毒源，一个是微子腺，另一个就是刚才提过的腔上囊。微子腺是鸡屁股尾巴上那2颗黄色的小腺体，鸡会用嘴去啄它分泌出的油来梳理羽毛，保持羽毛润泽，这对腺体长年累月裸露在外，又经常被鸡自己啄来啄去，很容易发炎感染，滋生细菌。而腔上囊是什么呢？它是禽类独有的淋巴器官，位置就在鸡屁股尾椎骨上方的一个囊状物，简直就是淋巴组织最集中的地带，专门储存鸡体内过多的免疫细胞和各种对鸡有害的玩意儿，包括病菌、病毒，甚至可能的致癌物质，都堆在这个囊里面。所以有人形容鸡屁股是垃圾回收站，一点也不为过。就算把鸡屁股拿去高温烤到外皮焦香，您以为杀菌了吗？对不起，其中的很多毒素和致病菌仍顽强存在，高温未必完全破坏得了。尤其那2颗微子腺，如果处理时没挖掉，烤熟后可能还藏在肉里，一口咬下去，想想都让人头皮发麻。专业屠宰场其实会在处理鸡肉时将整个鸡臀尖切除，把尾支线和法氏囊都丢掉，所以我们买回家的鸡屁股通常只剩一团肥肉。但是外面卖的串烧鸡屁股可不一定每串都处理得这么干净。为了健康着想，鸡屁股这玩意儿还是敬而远之吧，千万别因为嘴馋而拿自己的身体当垃圾处理场。说完外部的头、脖子、屁股，我们再走进鸡的体内，看几个藏毒的内脏器官。首先要提的是鸡肺，很多人可能从来没吃过鸡肺，因为一般烹调时鸡肺常被丢掉。但也有人好奇，鸡心鸡肝都吃，为什么不见人吃鸡肺呢？原因很简单，鸡肺实在太脏了。鸡的肺紧贴着肋骨两侧，是呼吸器官，直接和外界空气接触。鸡平时呼吸时，空气里的灰尘、细菌还有各种病毒孢子都会沉积在肺泡里。我们把鸡杀了煮汤，那2片鸡肺通常颜色暗红发黑，就是因为里面藏了不少脏东西。更麻烦的是，鸡肺组织像海绵一样多孔松软，非常难彻底清洗干净。里面要是残留什么病菌，哪怕煮熟了，都有可能躲过高温活下来。特别有些对热不敏感的细菌孢子，在烹煮后依然可能存活。您说这样的肺我们还敢入口吗？怪不得平常鸡胗、鸡心都有在卖，就是看不到鸡肺这道菜。千万记住，鸡肺不能吃。如果您自己在家处理整鸡，摸到鸡架子上那2片海绵状的东西，一定要挖出来扔掉，不要心疼。再来要重点说说鸡的肝脏和肾脏。很多人一谈到鸡肝、鸡胗之类的，都说是营养精华，认为内脏有补血补铁的作用。没错，肝脏、肾脏里确实含有丰富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可同时它们也是鸡体内解毒和排毒的主要器官。鸡肝负责代谢毒物、储存养分，鸡肾则过滤血液、排出废物。凡是鸡吃进体内的药物、残留、饲料中的添加剂，甚至环境里的重金属、农药，很多最后都会集中到肝脏和肾脏去。现代集约养鸡过程中常会添加各种药剂，比如预防疾病的抗生素、促生长的添加物等等。有化学背景的专家就提醒过，
鸡只使用的药物很多是脂溶性的，容易残留在脂肪和脏器中，不像水溶性的那样容易代谢掉，所以鸡内脏累积的化学残留风险比鸡肉高出许多。实验检测也证实过，鸡肝中的铅砷含量往往远高于鸡胸肉等肌肉部位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大快朵颐吃香嫩鸡肝的时候，也把这些重金属吞下去了。如果烹调处理不当，没把肝肾里面的残血和毒素泡掉逼出来，那危害更大。当然，偶尔吃一点鸡肝补铁未尝不可，但千万别经常吃。大量吃，特别是孕妇、小孩以及本身肝功能不好的人更要少碰。还有一点顺带提醒，鸡肝鸡肾还属于高普林的食物，对痛风或高尿酸的人来说更是禁忌，吃多了可能引发痛风发作。总之，凡是动物的肝肾这些解毒工厂，我们都要慎之又慎，别补身不成，反而中毒伤身。再往下看，第6个容易藏毒的部位是鸡翅膀的尖端，也就是鸡翅尖。有些朋友可能好奇，鸡翅尖不就是鸡翅最末端那一小节骨头吗？没什么肉，很多人做菜时干脆直接把翅尖切掉不要，但也有人喜欢啃那个焦香酥脆的小翅尖，特别是炸鸡翅，如果整只炸，翅尖脆脆的挺好吃。然而您可能不知道，鸡翅尖部位其实聚集了一定数量的淋巴腺体，虽然没有鸡屁股那么集中，但毕竟鸡翅是经常活动的地方，免疫细胞也会多一些。在靠近翅尖的皮下就藏着几个小小的淋巴结，这些淋巴组织一样可能残留对人体有害的病菌和毒素。如果我们贪那一口酥脆，把翅尖也吃得干干净净，那等于把原本该切除的鸡的边角料和里面的坏东西一起吃下肚了。其实专业主厨往往建议料理鸡翅时把翅尖切掉，一来是那部分容易烤焦，二来真的没什么可吃的营养价值。下次吃鸡翅不妨也学着把尾端那一小节丢掉，嘴馋想啃脆骨头的朋友也请三思而行，为了健康少吃为妙。最后压轴登场的是许多人最爱的鸡皮。有人说没有鸡皮就没有灵魂，无论白斩鸡还是烤鸡排，最诱人的就是外面那层油亮喷香的鸡皮。然而鸡皮可是潜伏健康威胁的一大元凶。首先，鸡皮下脂肪含量极高，胆固醇也高得吓人，一小片油亮亮的鸡皮含的油脂可能比您想象中还要多，常吃会让您热量爆表，血脂飙升。很多长辈怕鸡油腻，炖鸡汤时都会先把鸡皮撇掉，那其实是明智的。此外，您可能没想到，鸡皮上也可能藏毒。刚刚提到，养鸡时使用的某些药物残留喜欢待在脂肪里，而鸡皮正是脂肪最集中的地方之一，所以吃下过多鸡皮等于把残留药物一起吃进去。还不止这样，鸡皮上常常还残留没清干净的毛囊和淋巴组织，肉眼看或许发现不了，但那些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。尤其鸡脖子上的皮下更是藏着胸腺等腺体，刚才说了含有激素，如果加工过程中没处理干净就包在鸡皮里一起烹调，那些激素残留我们吃了恐怕对身体也不好。最后再给爱吃烤鸡皮的朋友一记重拳，当鸡皮被烧得焦香酥脆时，表面的胆固醇在高温下会发生氧化，产生对人体有害的氧化物，那些东西可是一级致癌物质。所以如果您特别爱吃烤得焦黄的鸡皮，一定要节制，吃得爽的同时也把致癌物吃进去了，得不偿失啊。总而言之，鸡皮虽好吃，但高油高胆固醇又可能藏着药物残留和致癌物，实在是健康的大敌。体重超标、胆固醇偏高的朋友更是要对鸡皮敬谢不敏。听完是不是有点心痛？以前那些让人口水直流的烤鸡皮、炸鸡皮，如今看来简直像一张张藏毒的网。为了长远健康着想，我们还是少碰为妙。好了，以上我们详列了鸡身上7大毒部位，从鸡头、鸡脖子、鸡屁股到鸡肺、鸡肝肾、鸡翅尖，一路讲到鸡皮，是不是有些超出您的意料？别灰心，您现在知道还不晚。我们不是要您从此对鸡肉敬而远之，而是希望您聪明吃鸡，避开地雷，挑对部位，只要方法对，照样能享受美味，又不伤身。接下来我再分享几个正确处理鸡肉的小诀窍，让您吃得更安心。第一，
处理鸡肉时记得该切就切，像鸡头这种小但毒素密度高的部分，一定要果断剁下丢掉。鸡屁股整块切除不用犹豫，宁可少一口肉，也不要把那团脂肪淋巴吃进去。鸡翅间该去就去，不影响口感，还更安全。第二，仔细清理淋巴和腺体，尤其鸡脖子，建议整条去皮后再烹调，因为很多腺体都长在皮下，皮剥了那些小肉瘤，淋巴结就一起去除了。自己在家料理时多花点时间，不要嫌麻烦，健康就在这些细节里。第三，内脏彻底清洗浸泡，买回来的鸡肝、鸡肾可以用清水反复冲洗，甚至用淡盐水或牛奶浸泡半小时，把里头的血水毒素尽量泡出来，再烹煮会安全很多。煮的时候加些姜、蒜、料酒，也有助去腥杀菌。内脏一定要全熟才吃，切忌贪嫩，吃半生不熟，那样更危险。第四，鸡皮能不吃就不吃。如果是自己煮汤，可以撇掉多余的油脂和鸡皮。如果真的很想吃烤鸡皮过瘾，就挑没有烤焦的部分，吃少量解馋即可，千万别狂吃一通。还有，高血脂和有慢性疾病的人，最好直接把鸡皮从菜单上删除，减少不必要的健康风险。掌握了这些诀窍，您就不用因噎废食，依然可以开心的吃鸡大餐，同时避开那些暗藏的危机。其实鸡肉本身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来源，营养丰富且价格实惠。在去除了那些藏污纳垢的部位后，剩下的鸡肉像鸡胸、鸡腿、鸡翅、中段等，都是美味又健康的选择。难怪许多健身人士最爱水煮鸡胸肉，因为没有皮的鸡胸肉脂肪含量极低，蛋白质又高，吃了不怕发胖，还能增强体魄。我们要做的不是拒绝吃鸡，而是学会聪明挑选，适量适度，避开该避的，享用该享用的，才能把健康牢牢抓在自己手中。朋友们，真正的健康之道，不仅在于我们多吃了什么补品，也在于我们少吃了什么毒物。有时候选择不吃什么比吃什么更重要。就像我们今天说的，这些鸡的部位看似不起眼，却可能决定了您饮食的安全底线。当您下次在餐桌上，在小吃摊前看见这些部位时，想起我们今天聊的内容，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。不要因一时口腹之欲而埋下健康隐患，也不要吝惜那小小的气质，丢掉的是毒素，留下的才是安心。现在我想邀请您和我一起做个健康约定，从今天起善待自己的身体，坚决不吃鸡身上这7个部位。下一次您处理整只鸡时，毫不犹豫地把头、屁股这些该丢的都丢了。下次逛夜市，面对油亮诱人的七里香，也能淡定地说，不，谢谢。我们这么做不仅是为了自己，也为了家人的健康把关。当您主动拿掉鸡肉中的有害部位时，请记得，这不仅是一块不起眼的肉，更是为了爱护家人的一片苦心，为了长远健康所做的一个英明决定。最后，感谢您耐心看完这部影片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您在美食和健康之间找到平衡，远离那些看不见的风险。祝福大家都能吃得安心，活得开心，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，陪伴所爱之人，长长久久。让我们一起把关饮食，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。我是您的健康伙伴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健康吃鸡，放心过生活。